你敢相信吗？亚洲这轮能源革命，坐到牌桌中央的，可能不是资源大国，而是新加坡。这个国家没有石油，没有天然气，连发电都高度依赖进口燃料。但他最近做了一件很关键的事，拿出最高5亿美元催化资金，联合开发金融机构、主权资本和商业银行，先把能源转型最难的一段钱给你铺出来。首轮先落地 2.5 亿美元股权资金，随后新展又追加 2.1 亿美元融资支持。表面看，这像是一只鸡精，可资本市场看到的是另一层意思。新加坡正在争夺亚洲能源转型的话语权，因为未来20年，亚洲最稀缺的未必是太阳能板，也未必是风机，很多时候是愿意先承担风险的那笔钱。谁能决定钱往哪流，谁就可能影响未来亚洲的能源版图。很多人一提能源转型，第一反应还是技术不够。其实这几年，技术已经不是最卡脖子的地方。太阳能成本在过去10多年大幅下降，储能也在持续进步，风电效率也越来越高。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建，而在于谁愿意先出钱，尤其是在东南亚。你会发现很多项目都很像，需求是真实的，减排效果也明确，项目本身也能算得过账，但就是过不了融资这一关。原因很简单，能源项目天生就重资产，周期长，政策敏感，而且很多还涉及跨境执行。对商业银行来说，这类项目常常不符合传统风控模型，回报要等很久，政策一变，汇率一动，电价机制一调整，整个现金流预测都可能重写。结果就出现一个很现实的悖论，亚洲最需要能源转型，亚洲却最缺愿意为转型早期风险买单的资本。也正因为这样， FAST-P 和 ETF 的意义不是多投几个绿色项目，而是先解决最前面的融资堵点。接下来就要看新加坡到底是怎么拆这个局的。这次最值得盯住的词不是基金规模，而是 blended finance， 也就是混合融资。这个设计才是核心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台风险转换器。原本一个项目风险太高，私人资本不敢碰，那怎么办？先由公共资本承担最前面、最难消化的一部分风险，再由开发金融机构接一层，最后商业银行和机构资金才愿意进来。这样一来，原本融不到资的项目就被重新包装成可以进入市场的资产。逻辑并不复杂，但作用非常大。因为很多绿色项目不是没价值，而是第一笔风险没人接。新加坡现在做的就是把最危险的那段路先修出来，让后面的车赶开进来。FAST-P 就是按这个思路设计的。它不只是为了投项目，它更想做的是把一套融资机制做成标准。一旦标准形成，影响就不再局限于某几个电站、某几个储能项目，而是可能变成整个亚洲能源转型都能复制的模板。投几个项目，影响是有限的，可一旦你掌握了融资结构、定价逻辑和风险分配规则，你影响的就是市场本身。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这一步看起来像金融操作，实际更像规则输出。你可能想问，为什么偏偏是新加坡这么积极？它又不是能源大国，没有大型油田，没有天然气储量，也没有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能主导亚洲能源供给的资源条件。所以它真正要争的，从来不是能源生产端，而是能源转型背后的金融中枢位置。因为未来20年，亚洲的能源转型投资需求会非常大。国际能源署这些年反复强调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要完成清洁能源扩张，资金缺口非常明显。谁能成为资金配置中心，谁就不只是赚到管理费、融资费和中介收入，更重要的是拥有影响资本流向的能力。过去，新加坡是贸易融资中心，后来，它又成为财富管理中心。现在，他想把下一张牌打成绿色资本配置中心。所以你看到的碳交易平台、绿色债券、可持续融资、转型融资，再到 FAST-P 和 ETF， 这些并不是零散动作，而是在拼同一张图。目标很明确，
让亚洲能源转型这笔越来越大的钱，尽可能经过新加坡。钱一旦经过这里，规则、服务、标准、人才和定价权也会一起留下来。新加坡的电力结构长期高度依赖天然气，发电大约 95% 靠天然气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国际气价一波动，地缘政治一紧张，供应链只要出点问题，新加坡自己的能源安全就会立刻承压。对一个高度依赖进口，又非常依赖稳定电力的经济体来说，这不是抽象风险，而是实打实的国家成本。所以新加坡这几年一直在同步推进几件事：扩大区域电网合作，推动低碳电力进口，发展储能，研究包括氢能和其他低碳方案在内的长期路径。但这些计划有一个共同前提，周边必须有更成熟、更可融资的绿色能源市场。你自己想进口绿电，邻国就得先有项目能建起来，电网能升级，融资能闭环。如果周边国家转型推进不动，新加坡未来的绿电来源也会受限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帮助亚洲转型，不只是外交姿态，更是新加坡在给自己的未来能源安全做布局。新加坡盯的是未来几十年的资本流向。FAST-P 启动时就给自己设了更大的目标，用最高5亿美元的催化资本，去撬动大约50亿美元规模的资金。这种放大倍数才是他最想证明的能力。而且 FAST-P 也不是孤立存在，它下面已经在形成多个支柱项目，比如绿色投资伙伴计划，也就是 GIP， 规模已经达到8亿美元。把这些拼起来看，你会发现新加坡要建的不是单一基金，而是一整套能源转型融资生态。未来它覆盖的空间可能非常广，电网升级、储能系统、新能源开发、煤电替代、工业脱碳、区域能源互联，甚至更多跨境项目。只要这套体系成熟，接下来亚洲大量绿色项目的融资标准、风险评估、资本结构和交易模式都可能从新加坡输出。到了那一步，新加坡未必是亚洲最大的发电国，但它很可能变成亚洲能源资本的调度中心。谁需要钱？怎么配钱？风险怎么切？回报怎么定？越来越多都可能先看新加坡怎么做。新加坡很清楚，自己不可能拥有最大的油田，也不可能建成最大的太阳能基地，但它可以用金融能力、制度设计和跨境连接能力去做亚洲能源转型背后的组织者。所以这条新闻真正值得盯住的，不是首轮筹了 2.5 亿美元，也不只是星展追加了 2.1 亿美元，而是它释放出的信号。未来亚洲能源革命比拼的不只是资源和技术，还包括资本、规则和融资能力。如果这条路走通，新加坡虽然没有能源资源，却可能影响亚洲能源未来。你觉得，等亚洲能源转型进入加速阶段，最后的赢家会是谁？是资源国，是市场国，还是掌握资金配置能力的国家？把你的判断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拆解大趋势的内容，点个赞，订阅频道。我们下一期继续看那些表面是新闻，背后其实是国家战略的动作。